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勇士在赛季首战以111比97击败湖人，不论是上半场的主力对抗，还是下半场的轮换阵容对决，勇士都占据了上风，轻轻松松战胜了老对手湖人。鉴于两队在季前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很可能会选择轮休，为常规赛揭幕战做准备，湖人首场比赛将在揭幕战进行，因此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两队在常规赛前唯一一次认真交锋的机会。湖人方面，雷迪克继续沿用了上赛季后半段的首发阵容，詹姆斯、浓眉、里弗斯、巴村垒和拉塞尔组成了5人班底，这套阵容已经成为湖人的固定首发。相比之下，勇士这边则因为波杰姆斯基鼻骨受伤，梅尔顿轮休，主教练科尔在季前赛5场比赛中已经使用了第5套首发阵容。这场比赛中，库里和追梦在轮休1场后回归首发，搭配今年首次出场的维金斯、库明加和 TJD 戴维斯。为了应对湖人内线强点浓眉，勇士再次摆出了一个大体型的首发阵容。比赛开始后，湖人先发制人，巴崔冷和里弗斯凭借出色的秃头表现，帮助湖人打出了10比3的领先优势，而勇士则依靠库明加的冲击力不断撕裂湖人的内线防守。库里和詹姆斯在开局阶段更多的扮演辅助角色，比赛一度成为巴村垒和库明加的对标。库里直到比赛进行到8分钟时才命中了他的第一记3分，而詹姆斯则在1分钟后才打开了得分账户。可以明显看出，湖人在雷迪克上任后更加注重攻防转换的速度，尤其是半场转换进攻中的3分球和除詹姆斯外的其他球员持球突破的次数明显增加。比赛进行到半节时，湖人在第一个暂停时以16比14稍稍领先。随着科尔逐步派上更多的轮换球员，比赛的天平开始向勇士倾斜。最近几场勇士的季前赛中可以看出，主力阵容由于库里和追梦仍处于调整期，整体强度并不算高，通常只能与对手持平，甚至处于落后状态。然而，勇士之所以能够取得季前赛4连胜，主要依赖的是他们强悍的替补阵容。勇士替补阵容的提升得益于新援里凯尔、希尔德、梅尔顿的加入，以及魔妻穆迪的成长，使得这支球队的轮换阵容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。反观湖人，在詹姆斯下场休息后，首次陷入比赛混乱。追梦与库明加抓住机会连续得分，完成反超。尽管湖人的海耶斯与浓眉联手组成双塔，连得6分，但勇士的替补球员迅速做出回应。小佩顿与希尔德分别贡献5分，帮助勇士在首节末端再次反超，使得詹姆斯重新上场也未能扭转局势。穆迪的3分让勇士以31比28结束第一节，而湖人从此再也未能取得领先。进入第2节，湖人延续上赛季的轮换顺序，由詹姆斯和拉塞尔带队，但进攻依旧不顺畅，拉塞尔状态低迷，前5次出手全部投失。反观勇士，替补球员继续火力全开，里卡尔在詹姆斯面前上演了标志性的超级慢3步上篮，鲁尼则在内线得分。凭借季前赛首战3分绝杀快船的表现，沃特斯赢得了科尔的信任。这场比赛登场后依然手感火热，勇士的替补阵容反而让湖人由詹姆斯带领的轮换阵容处于被动，比分被拉大至45比38。湖人随即进行调整，浓眉与里弗斯替下詹姆斯和拉塞尔，湖人依旧依靠内线巨人作为最大优势点。浓眉上场后立刻打成一个2+1，暂时稳住局面。然而双方进入一段得分低迷期，接连出现的失误让比赛节奏显得混乱，控场能力令人质疑。尽管如此，勇士依然棋高一筹，库里与库明加的配合打破僵局，将比分拉开至49比41。半场结束前，湖人重新派上詹姆斯与全部首发阵容，努力缩小分差，一度追至51比55。然而库里凭借一记标志的大号3分命中，将上半场比分定格在58比51，勇士继续保持领先。在上半场的主力较量中，勇士无论从比分还是从比赛内容上都占据了明显优势。进入下半场，湖人开始调整，撤下了刚刚伤愈复出的里弗斯。虽然詹姆斯和浓眉继续留在场上，但勇士的领先势头已经完全打开。库里与拉塞尔在3分线上展开对标，两人你来我往，而维金斯、希尔德、追梦多点开花，勇士的进攻呈现出全面压制。相比之下，湖人这边詹姆斯显得战斗欲望不足，湖人只能依靠浓眉在内线苦苦支撑，但效率远不如勇士。浓眉上场表现稳定，4投全中，拿下8分和3个篮板，展现了他的统治力。然而湖人其他球员表现乏力，21投仅命中3球，进攻效率极低。反观勇士，全队多点开花，进攻流畅。第3节结束前，鲁尼、里凯尔、穆迪联手打出一波6比0的攻势，将比分扩大到83比70，勇士的领先优势愈发稳固。进入第4节，湖人逐渐撤下主力球员，布朗尼带领替补球员登场，仅留拉塞尔、巴村等人在场上，而勇士
方面更为夸张，库里依然留在场上与布朗尼短暂对阵，似乎在指导这位年轻的对手。布朗尼没有令人失望，他在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上篮，获得了自己在季前赛中的首次得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送出了一记精彩的大帽封盖穆迪，最终全场贡献2分、1篮板和1次盖帽。比赛最终以勇士111-97的大胜告终。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对决中，勇士展现出了全面的团队表现。库里贡献16分、5篮板和6助攻，库明加拿下11分、6篮板和3助攻，追梦也有10分、10篮板、3助攻和2次封盖的全面数据。而新秀 TJD 戴维斯也拿到了2分、10篮板和3次助攻。替补球员同样发挥出色，希尔德得到10分，穆迪爆砍21分、5篮板、2助攻，里凯尔则有10分、3篮板和2助攻的贡献。在詹姆斯状态不佳的情况下，虽然浓眉交出了25分和12篮板的优异数据，但勇士整体阵容的深度和出色的外线火力最终主导了比赛的走向。这场胜利不仅是勇士在本赛季对阵湖人的一次成功，更是对他们休赛期引援工作的强力肯定。勇士通过一系列扎实的引援，逐渐弥补了上赛季与湖人之间的差距。虽然浓眉在内线的统治力依然无人可挡，但勇士在替补阵容上完成了大幅度的升级，尤其是外线的火力，至少在季前赛阶段已经让同赛区的竞争对手湖人、快船、国王等球队难以应对。在库里年岁渐长，西部整体竞争愈加激烈的情况下，勇士阵容的厚度和板凳深度或将成为他们新赛季的重要竞争优势。而湖人这边，雷迪克带来的战术上变化显而易见，首先一个就是延续性。诚然，前任主教练哈姆在战术执行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，比如临场应变能力不强、战术体系较为单一以及轮换安排不合理等问题，但他在湖人执教期间也建立了一些值得保留的基础。雷迪克巧妙地继承了这些亮点，并在其上做出了调整与优化。首先是首发阵容的延续性。哈姆时期，湖人曾频繁试验不同的阵容组合，但最终确定了一个稳定的主力阵容，包括詹姆斯、安东尼·戴维斯、奥斯汀·里弗斯、巴村磊和丹吉洛·拉塞尔。这套阵容展现了相对的攻防平衡，尤其是在戴维斯打中锋5号位时，其防守端的压迫感和进攻端的灵活性都得以发挥。其次是戴维斯在防守端的使用策略，雷迪克继承并继续深化了哈姆时期的调整。戴维斯作为湖人防守体系中的自由人，防守时常沉退，专注于禁区防守，利用其高度和机动性干扰对手投篮，并主动放空对方3分线外命中率较差的球员。这种策略允许湖人在防守时有更大的灵活性，并减少对内线的威胁。湖人在季前赛对阵太阳的比赛中展现出了一些经典的进攻战术，其中之一是早期进攻。这个战术的核心在于快速推进，借助对方防守尚未站稳时发起迅速的进攻。2020至2022赛季期间，湖人常使用此战术，尤其是在戴维斯防守干扰后迅速下快攻。以此场比赛为例，戴维斯在防守端影响对方投篮后立即快下，拉塞尔抓下篮板并直接长传给已下到篮下的戴维斯，后者面对对手小个球员轻松上篮得分。这种快速简洁的进攻方式在短短5秒内结束，效率极高。另一个战术则是 Pistol 战术，这是一种基于持球人位置的多选项进攻战术。在对阵太阳的比赛开场，湖人就使用了这个战术。戴维斯在弧顶持球，詹姆斯为里弗斯提供掩护，使其到上线接球，里弗斯佯装突破，吸引防守注意力的同时，巴村磊沉底拉走了拉塞尔身边的防守球员。詹姆斯的掩护也为里弗斯创造了突破空间。与此同时，普拉姆利协防里弗斯，导致他失去了对戴维斯的防守位置，后者得以顺利完成空切和空接得分。而在外线的拉塞尔也获得了空位投篮机会，进一步展示了这一战术的多样化进攻选择。这些战术的延续与优化不仅表明了雷迪克对湖人现有优势的尊重，也显示出他对球队长处的延续性与灵活性有着清晰的认识。通过在哈姆时期有效战术的基础上进行深化，雷迪克让球员们能够更快适应新体系，同时最大化保留了他们熟悉的战术框架。这种调整有望使湖人在新赛季中更具竞争力。接下来我们从雷迪克执教湖人的创新性变化来进行分析。在季前赛结束后的多次采访中，湖人队内球员对雷迪克的评价一致积极，充分反映了他对球队的影响力。雷迪什提到注重细节，戴维斯则表示雷迪克的计划和理念让他印象深刻，而拉塞尔更是对雷迪克的战术理念和高球商训练表示了高度期待。这些反馈表明，雷迪克不仅仅注重战术布置，还强调训练的计划性和细节的执行。
从战术层面来看，雷迪克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，特别是在詹姆斯的使用上。他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如何更好地解放詹姆斯，让他发挥无球威胁。过去的教练如沃顿和哈姆曾多次尝试让詹姆斯打无球，但最终詹姆斯仍然需要在关键时刻持球发起进攻。雷迪克则对无球詹姆斯有着更深的理解，他强调詹姆斯的无球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持球角色，而是在战术体系中通过掩护、跑位和特定时机下的接球来提升他在无球情况下的效率。这理念在季前赛得到了初步验证。雷迪克在比赛中通过设计复杂的掩护和无球跑位，赋予詹姆斯更多自由，也让他可以通过接球后创造机会，既能担任得分手，又能发挥其出色的视野，成为助攻者。通过这些战术调整，詹姆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持球组织，而是能够在场上更灵活地利用场上空间，进攻效率得到提升。雷迪克非常强调湖人在攻防转换中的快攻机会。过去的湖人也曾依赖快攻作为重要武器，但在上赛季湖人的快攻效率有所下滑，而雷迪克的体系在这一点上有了显著改进。他要求球员迅速判断并利用对方防守未站稳的瞬间发起快攻。季前赛中，拉塞尔、里弗斯和戴维斯的多次快攻推进进攻，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。通过压缩对手的防守时间窗口，湖人能够快速获得轻松得分的机会。此外，雷迪克重视场上空间的拉开，特别是利用弱侧的空切与掩护，创造更多进攻机会。湖人过去依赖詹姆斯和戴维斯的持球进攻，而雷迪克通过强调无球跑动和空切，使得湖人有更多球员参与到进攻组织中。这一策略在季前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巴村垒和里弗斯频繁利用弱侧掩护突入篮下得分，展示了雷迪克战术的多样性。雷迪克的战术变化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对掩护和空切的重视。他的进攻体系中，球员的无球跑动和频繁的掩护配合，形成了更加流畅的进攻节奏。季前赛中，湖人多次通过内外结合的掩护战术，为戴维斯、拉塞尔等核心球员创造了空位投篮和突破的机会。例如，里弗斯和詹姆斯的掩护配合经常能打乱对手的防守，使戴维斯获得更多的内线进攻空间。虽然季前赛的表现给人以很大的期待，但我们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冷静。毕竟季前赛和常规赛的强度不同，雷迪克的战术体系能否在常规赛甚至季后赛中持续高效还有待验证。不过，雷迪克的执教风格已经展现出积极的变化，他注重细节，强调球场空间和无球进攻的理念，正逐步提升湖人的战术多样性。只要湖人能继续磨合并适应雷迪克的体系，他们有望在新赛季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。总结来说，雷迪克的上任为湖人队注入了新鲜的战术理念，他既继承了哈姆的一些有效策略，又通过创新的方式为球队的未来奠定了新的方向。在詹姆斯逐渐老去的情况下，湖人需要雷迪克的创新战术来保持竞争力。尽管我们不能对结果抱有过高期待，但正如文中所述，放低期望，或许湖人和雷迪克能够带来意外的惊喜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够，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，那就点点订阅。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上球。